今天呢，我们来看奇瑞风云 T8。那这期视频呢，咱们就不废话了，直奔主题，跟大家聊聊这2天我在深度体验之后对它的一些看法。作为一台插混车，混动系统呢是尤为重要的。那这台风云 T8 呢，它用的是奇瑞 CDM 5.0 的混动系统。这套系统我算是非常熟悉了，在其他很多车型上呢，我也体验过。动力参数呢就不跟大家多唠了，主要来聊聊我开过之后的体验。那首先呢，拿到车之后，我们就去做了一个0-100的加速测试。在电量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它的100公里加速成绩是 7.89 秒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一台预售价才10万左右的车型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成绩，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。并且之前呢，我们也做过这台车的纯电续航测试，跑了72公里，掉电48公里，妥妥的反向虚标啊！油耗呢就更不用担心了，这套系统曾经创下了吉尼斯最长续航的世界纪录。这个级别这个价位，我能想到的7座车型并不多啊，但是这台风云 T8 它就给到了，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。虽然呢车长超过了4.7米啊，但以我个人的体验来看，我觉得它的第3排还是更适合短途多人的应急使用。以我1.8米的身高为例啊，如果第3排不坐人，那么第2排的乘坐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，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肉眼可见，并且呢它的座椅靠背是支持调节的，所以我能有一个很舒服的乘坐姿势。现在第2排座椅我已经调到比较适中的一个位置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坐到第3排，膝盖和头部并不会顶到，而且呢，第3排的头枕它可以调节到很高，虽然呢还是会有坐小板凳的感觉啊，但是我认为短途应付个2-3个小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，可以接受。首先就是内饰啊，不仅看起来豪华，触手可及的地方呢都做了皮质软材料的一个包裹，并且呢还用上了类似木纹饰板的材质，很有质感。在配置上也毫不吝啬啊，15.6英寸的中控大屏，815的车机芯片，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，索尼音响，360度全景影像，座椅通风加热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配置都没有缺席。在安全配置上呢，还给到了占比85%的高强度钢以及9安全气囊，相当于是把肉埋进了饭里，还是很难得的。再说到驾驶质感啊，这2天开下来呢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底盘部分啊。我们也把这台车抬起来看了，它呢用的是4连杆的后悬，并且呢它在副车架和车身相连接的4个点都是用的橡胶垫来进行软连接，而副车架和连杆之间由于更高频的受力关系，它还用上了液压衬套，能更好的隔绝行驶过程中的震动以及噪音，再加上铝合金用料能降低簧下质量，所以开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它整个车身的支撑性很到位，在过一些减速带或者颠簸路况的时候呢，整个悬架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这个价位应该有的一个水平，很有质感。不得不说啊，在这台风云 T8 上，我看见了理工男对产品的执着，性能、配置、用料都表现不错，并且呢，预售价就给足了诚意，正式上市的时候呢，价格估计还会有一点惊喜，性价比确实很高。你们怎么看呢？咱们评论区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奇瑞的信息，欢迎上方点击搜索奇瑞最新车型、销量、降价信息等着您。